大家好啊，歡迎嚟到我哋日更頻道啊！呢度咧同大家睇一單大陸嘅奇案。呢單奇案啦，就係講緊30歲嘅老婆同個情夫就揾人去殺自己個老公啦，點知就俾個老公反殺喎。到底成件事個來龍去脈係點樣呢？我哋一齊睇一睇。喺2010年7月13號呢一日呢，山東省濟南市嘅公安局接到一個報警電話。警方咧喺了解情況之後，即刻去到現場啦。咁個內容就係話要報案啊，發現到一具屍體啊，然後就喺個荒山野嶺度，警方揾到呢條屍啦。但係呢條屍上邊冇任何身份證明啊，成單案件嚟到呢度陷入僵局。警方通過多番嘅查找，但係案件一直都揾唔到啲乜嘢好有用嘅線索啊！而前後警方係用咗2年幾嘅時間先能夠破案，但係個案情係非常之離奇啦，因為呢單案件啊係摻雜咗出軌、買兇殺人、殺手火拼、反殺等等嘅內容啊，咁曲折離奇，到底係點樣呢？咁當時警方喺7月13號就喺山東省濟南市商河縣孫集鄉嘅一個廢井入邊發現一條屍。去到現場將條屍打撈咗之後，所有人都好震驚啊，因為條屍俾水浸得太耐啦，一早已經浮腫晒，睇唔到個樣貌，而且個屍體係一絲不掛，但係能夠睇得出係一個男性嚟嘅。通過法醫嘅鑑定，死者生前嘅體重應該係90公斤左右，身高183公分，而通過對牙齒判斷佢年齡應該係30歲左右，而且通過法醫嘅初步判斷，佢致死嘅原因應該係由於失血過多，而法醫喺屍體嘅後腦度發現到有一處被鈍器重擊過嘅傷口，而且死者嘅死亡時間應該係未有超過1年嘅。由於屍體上邊冇任何衣物啊，而且喺屍體附近亦都冇揾到任何可以證明到死者身份嘅信息，呢一點呢係為呢單案帶嚟好大嘅困難啊！而因為案發嘅現場好偏僻啦，而且前2日啱啱先落完雨，周圍有用嘅線索都俾啲雨水沖刷乾淨，死者嘅身份成謎，唔好話調查兇手啊，就連想揾到少少蛛絲馬跡都好困難。但係警方冇放棄，佢哋喺案發現場進行地毯式搜查，卒之揾到一把疑似係兇器嘅斧頭啦。咁呢把斧頭嘅樣式比較特殊，就俾咗啲線索警方。然後警方即刻對當地嘅五金店進行走訪調查，終於喺一間五金店揾到呢把斧頭啦。呢間鋪頭就係舊年嘅12月底買入呢一種樣式嘅斧頭，但係由於時間好長啊，店入邊又冇監控同任何購買記錄嘅流傳，線索嚟到呢度似乎又斷咗咯。而就喺呢個時候，附近嘅村民就提供咗一個非常之關鍵嘅信息啦。咁佢就喺2010年1月18號嘅時候，曾經喺案發地點附近見到血跡。根據呢2條線索，警方基本確定得到死者死亡嘅時間應該係喺2009年到2010年之間，但係警方仍然係冇任何頭緒啊！直到有一個人出現喺警方嘅視線入邊，而呢個人就叫做黃熙元啊。佢喺當地開咗一間養雞場啊。根據佢屋企人描述，黃熙元咁啱好咧，就喺案發期間失蹤。就喺警方好開心，以為終於揾到死者身份嘅時候，一對比，竟然發現原來黃熙元本人嘅身高得165，同所發現嘅屍體係唔符合。呢單案件再次陷入僵局啦。就喺警方調查黃熙元嘅時候，得知一個信息，原來黃熙元曾經將買咗冇幾耐嘅車送到去汽車維修店，就要求將架車翻新。當時警員見到黃熙元架車係新車，亦都勸佢：喂，你唔好使埋啲咁嘅錢啦。但係黃熙元好堅持啊，一定要翻新。呢一點呢，令到警方好疑惑啦。於是乎佢哋就揾到黃熙元架車進行搜查，終於皇天不負有心人啊！警方
喺車入邊發現到一片有血跡嘅樹葉，然後就攞去鑑定啦，發現樹葉上面嘅血跡同呢條無名男屍嘅 DNA 完全吻合啊！警方嚟到呢個時候已經好確定黃熙元好有可能就係兇手啦。咁死者個身份到底係咩人呢？警方就開始調取黃熙元嘅通話記錄，發現案發之前佢曾經好頻密同兩個手機號碼聯絡。警方即刻鎖定咗電話入邊嗰兩個人啦，一個叫韓本立，另一個叫韓寶山。然後警方就聯絡到呢兩個人嘅屋企人，根據佢嘅描述，死者基本上可以確定得到係韓本立，因為韓本立喺舊年外出打工之後就冇返過屋企啦。今年年初開始，佢屋企人已經聯絡唔到本人。咁另一個人韓寶山去咗邊呢？兩個人係同一條村，而且一齊打工嘅喎。韓寶山係唔係都俾人懟冧埋呢？但係根據韓本立嘅屋企人講，佢哋今年仲見過韓寶山，曾經問佢韓本立嘅消息，但係韓寶山就話喺今年曾經見過韓本立。咁我同警方調查到嘅信息係唔符合喎。韓寶山好明顯講大話，咁樣會唔會同呢單命案係有關係呢？通過韓寶山屋企人提供嘅信息，警方就揾到韓寶山對佢進行問話。喺證據面前，韓寶山就承認咗佢殺人嘅事實啦。原來兩個人當時一齊外出打工啦，但係兩個人喺外邊漂泊咗好長時間，都冇揾到合適嘅工作。直到黃熙元揾上門，就話俾10萬佢哋，叫佢哋幫手殺一個叫張本寧嘅人。兩個人聽到之後就應承咗啦，因為呢筆錢都唔細噶嘛。兩個人計劃好，就為咗唔俾警方發現，決定令到張本寧要死於意外之後，一齊策劃咗車禍啊等等各種事故。但係呢個張本寧條命好硬啊，搞咁多嘢，佢一啲傷都冇事啊！黃熙元見到兩個人冇辦法殺到張本寧，反而令到張本寧有戒心，佢好驚自己暴露啊！於是乎就聯絡韓寶山啦。多一個人就多一份風險啊！黃熙元就威脅韓寶山要去殺咗韓本立，如果唔係就叫韓本立殺咗韓寶山。咁本來一開始佢唔願意動手噶，但係佢擔心黃熙元會聯合韓本立去殺自己，咁強大嘅恐懼面前呢，唯有動手。佢事前準備好斧頭，假借商量點樣殺害張本寧做理由，就用斧頭揼咗去韓本立嘅後腦。殺咗人之後，韓寶山好驚，於是乎打電話聯絡黃熙元，兩個人就將個屍體抬到去黃熙元架車嗰度，直接開到荒山野嶺。由於韓本立人高馬大，兩個人只能夠將韓本立除晒衫掉入井入邊。嚟到呢個位置，呢一個案件總算係知道來龍去脈，跟住落嚟就要捉另一個兇手黃熙元啊！但係警方冇諗到件事，呢單案竟然仲會再有轉折。黃熙元嚟到呢個時候好似人間蒸發咁樣，從來冇聯絡過屋企人，而且警方揾佢嘅消費信息，亦都冇任何顯示一個活生生嘅人到底去咗邊呢？警方揾黃熙元揾2年時間，一無所獲。佢哋會定時走訪黃熙元嘅親人朋友，但2年啊，從來冇聯絡過任何人。呢單案件再次陷入僵局。有一個警察注意到一個俾人忽略嘅細節，警方去走訪佢嘅親戚朋友嘅時候，好多人都有提到一點，就係黃熙元失蹤前夕都曾經收過黃熙元發嚟嘅短信，內容大致上就係叫佢哋幫手照顧屋企嘅老人家、小朋友。咁睇好似冇乜特別，但係有一點就好奇怪啦。原來警方喺走訪期間發現啊，當地人對輩份係好重視噶。唔少人雖然係同黃熙元同年齡啊，但係按輩份嚟講呢，要叫佢做叔叔伯伯。但係黃熙元喺短信入邊就統一嗌佢哋兄弟啊。黃熙元喺呢度生活咗30幾年，冇可能連呢啲輩份嘅嘢都搞錯噶。咁就得一種可能性，呢一個短信唔係黃熙元發嘅，而且呢一個人係唔了解黃熙元家庭狀況。於是乎警方有一個猜想，黃熙元會唔會已經俾人殺咗呢？但係屍體去咗邊啊？咁耐啦，警方唔理生死都冇見到黃熙元一個人，有乜可能咁樣憑空消失呢？
於是乎佢係諗到一個能夠令人憑空消失嘅人啦。呢一個就係之前無故被害嘅張本靈，會唔會佢就係兇手呢？因為之前調查嘅時候，辦案嘅公安曾經聽到張本靈喺度講，就話要去動手反殺翻想殺佢嘅人啊。佢就講到啦，如果佢要殺一個人，會直接燒過佢，令到佢毀屍滅跡，乜都冇，徹底消失。咁黃熙元有冇可能係俾張本靈燒咗呢？警方雖然覺得不可思議啊，明明佢係被害人，點解一眨眼變成嫌疑人啊？但係警方嘅猜測唔係冇原因嘅，因為張本靈呢咁啱就經營緊一間殯儀館，有咗線索嘅警方即時展開調查，真係發現到蛛絲馬跡。警方喺翻查殯儀館火化記錄嘅時候，發現啊，有一個老人家前前後後俾人火化咗2次啊。如果其中一次係老人家，咁另一次係邊個呢？會唔會就係失蹤唔見咗嘅黃熙元啊？而且警方喺張本靈屋企嘅一張凳嗰個氈上邊呢，揾到屬於黃熙元嘅血。警方就將張本靈嗌到去警局面對證據，佢坦白佢話黃熙元的而且確係佢殺嘅。問到原因嘅時候，張本靈好激動，而且背後嘅真相呢，亦都幾令人跌眼鏡嘅。原來張本靈嘅老婆張紅玲啊，暗地裏同黃熙元勾搭埋一齊啊，即係出軌啊，為咗能夠一直喺埋一齊，兩個人竟然就使錢要買兇殺人。後來呢件事俾張本靈發覺咗，張本靈估到幕後指使就肯定係個情夫黃熙元，於是乎就將黃熙元約到屋企攤牌。但係黃熙元好猖狂啊，反而啊大鬧張本靈話性無能啊，佢仲話而家係幫緊佢啊，佢滿足唔到佢老婆啊。呢個時候張本靈好嬲啊，就叫咗一個李文西嘅人一齊用木棍去打死咗黃熙元啦。由於驚人發現，就偽造咗一張火化單，將黃熙元直接燒咗佢。去到2014年，張本靈被判無期徒刑，張紅霞故意殺人被判有期徒刑11年，韓寶山被判有期徒刑9年，李文西被判死刑，緩刑2年執行。咁呢單案件嚟到呢度，終於都結束咗啦，都算得上係曲折離奇噶。咁因為呢單案件牽涉到嘅人又多，而且由買兇殺人變到俾人反殺，最後竟然燒咗屍體。如果嗰條屍唔係俾人發現到嘅話，兇手就完全係可以逍遙法外啦。好啦，咁今集嘅案件同大家睇到呢度先啦。大家有咩想講，下邊留個言啦。咁我哋下集再見啦，拜拜。